魏无羡想想也是，自己睡成怎样，蓝忘机怎么知道？说的人家好像半夜不睡觉，竟盯着他似的。难怪说起这个话题，蓝忘机一脸不高兴。江澄看他一眼，就一副晚上干了什么事的样子似的，再对坐怒目瞪他，他也懒得理。倒是金陵提到有关酒的话题，将他拉回了神。这会金陵在和众人介绍，说是之前无意寻到一种好酒，坊间私人私酿，不甚出名，但是口感清甜极佳。这回买了好些来请众仙家品尝品尝，然后一伙小门生捧着酒壶入了厅来，挨个给他们倒酒。蓝忘机谢过，拒绝了。魏无羡笑道：“韩光君不喝酒，你就都给我满上吧，我带他喝。”蓝忘机给了他一个眼神，魏无羡只当没看见，他那么久没喝过酒了，这下早就迫不及待了，仰头饮了一杯，又要那小门生再倒一杯。小门生对上魏无羡有些紧张，不慎将酒壶都摔了，酒水湿漉漉的洒在桌案上。小门生赶紧一个劲的道歉，生怕魏无羡当场结果了他。魏无羡却笑眯眯的道：“无事无事。”那边金陵看到了，想着怎么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家伙，好在这是魏无羡，要是撒了其他家的人，不又得说他的风凉话。金陵有些气恼，高声道：“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叫人来清理干净！”大吼了一句，突感头晕目眩，胸口似有什么东西翻涌上来，就见前方魏无羡和江澄大叫着他的名字：“金陵！”才发现自己竟是一口血喷了出来，然后两眼一翻，倒在了岸上。江澄立刻跑过去，大喊着他的名字，厅内霎时一阵吵闹。只见其他多名世家子弟也如金陵一般倒在岸上，人群中慌乱之声散开，更有人想逃出厅外。突闻一声笛声响起，只见厅内魏无羡悬衣白面，衬得手中横笛红碎，鲜艳如血，而那如墨的眼眸爬上点点猩红。夷陵老祖！厅内的人心下更慌了，不过片刻，便见几具凶尸将厅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的，魏无羡才放下陈情。一金家长老问道：“凶尸？金陵台哪来的凶尸？”有一门生即刻答他：“是地牢里的，前几日金宗主夜猎绑回来的，说是要拿来练习。”其他人并不纠结这个问题，只见姚宗主对魏无羡大喊：“魏无羡，你这是要作甚？”魏无羡将手中横笛一转，道：“不作甚，只是金陵和这些世家公子突然倒下。”然后他眼中爬上怒意，厉声道：“若不查得清楚，厅内所有人都休想离开。”说得声声凌厉，不容拒绝。这倒让人想起了，不管原因为何，射日之争、不夜天、夷陵老祖以一敌千的事，都是实打实的事实。更有些年长者当年是亲眼目睹的。魏无羡这些年得蓝氏约束，虽然低调不少，可看他现在这样，戾气根本不减当年，心下不满，竟是也没人敢出声阻止他。这时人群中，聂怀桑率先开口：“金宗主这是可是不得了的大事，我觉得大家还是配合吧。若各位都是清白的，也不怕什么调查，不是吗？”聂怀桑现在和几年前人称一问三不知的时候地位可不一样了，封官大典之后开始崭露头角，虽武力值还是不行，但凭着极其聪明的头脑，也是将清河聂氏打理得井然有序。众人看江氏蓝氏肯定是要支持魏无羡一查到底的，而聂氏也这么说了，便也没人再有意见。左右都不是自己下的毒，也算不到自己头上，让他查就是了。那边蓝忘机给金陵和其他几个倒下的世家公子探过脉，又封了穴道，开口道：“是幻灵散。修仙之人都有金丹护体，普通毒药根本进不了身，而这幻灵散不同，是专门针对修仙之人的毒药。寻常人吃了倒还好解决，若是这身怀金丹的，虽不至马上要了命，但身上有毒，便不能使用灵力，否则立刻毒火攻心，还是个不易解的毒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先将人抬下去治疗。”江澄同意，便对跟着他来的几名客卿吩咐下去，叫人抬到江家住处，再叫上他带来的江家医修整治。话里很明显不信任金家。有一金家长老不服气：“江宗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是说我们毒害的金宗主吗？”江澄手上紫电滋滋作响，闪出紫色电光，他也从来不是一个客气的。什么意思？想必各位心里比较某清楚。虽然七七八八倒下了好几个人，可这其中最要紧的不就是金陵吗？金陵倒下了，怕是兰陵金氏又要翻了天，更好给这些早就蠢蠢欲动的人机会。魏无羡操纵凶尸，将江家和中毒那伙人放了出去，复又严严实实把门堵了起来。可是这要如何去查？
大厅内的人看情形又不安起来，其实他们内心也清楚，这大概就是金氏内部斗争，自己只是被拖累的了。这时金子勉开了口，问其中一个小门生：我记得是这位少年给金宗主斟的酒，好像倒下那几位也是。他这么一说，众人开始回忆，好像确实是那壶酒有问题。小门生立刻跪下：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倒酒，我真不知道。金子勉却说：你们由谁负责给哪个区域斟酒，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金宗主为免出错，还给你们提前练习过，而酒是由你们亲自从大缸里盛出来的。若目标是金宗主，而只有你这狐狸有问题，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有机会下手。小门生被吓得直发抖，一时无法辩解，突又似想起什么，大声道：不，这不是我盛的酒，是阿生的。说完一指那名叫阿生的少年，正是之前给魏无羡倒酒那个。阿生僵在原地，跪着的少年继续道：金宗主说这酒直接喝一般，但若温了喝就很是甘甜，所以让我们温了之后再拿出来。可是我今早起晚了，来不及温，因为我是要给金宗主斟酒的，要是被发现了我就完了，就想着反正宾客也不知道，便偷偷的换了阿生的酒壶。他这一说，所有人都反应过来，有人道：那这酒原是要给夷陵老祖喝的。蓝忘机是不喝酒的，他给魏无羡倒完酒就把酒给洒了，由始至终只有魏无羡一个人喝过，可想而知那酒就是留来毒害魏无羡的。你糊涂！那名叫阿生的少年对跪着的少年吼了一句，见被拆穿，竟换了副态度，也不紧张了，冷哼一声道：对，那酒就是给夷陵老祖准备的。众人听来，无非就是少年的父母都是因为魏无羡血洗不夜天中身亡的，自己又弱小无力，报仇无望，结果这次清谈会竟有机会给他斟酒，他便想着机不可失，这次一定要对魏无羡下手。岂料那酒被其他门生换了去，阴差阳错读错了人。哎，这都是什么事？在场诸多人无不惋惜，当年魏无羡血洗不夜天，虽事出有因，但确实死了那么多人，是是非非谁还能说得清？既有放得下的，当然也会有上门讨债的，这回可真是苦了金陵了，运气实在是背啊。众人纷纷叹息之时，只听有人不合时宜的低声笑起，因为实在太过突兀，一下就吸引了全部注意力。众人望去，魏无羡竟是像隐忍不住般越笑越大声。那聒噪的姚宗主又发声道：魏无羡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想着金陵父母皆因他而死，现下金陵也因他出了这等意外，这人还笑得出来，当真丧心病狂。好容易止住了，魏无羡抹了一把脸道：抱歉，我只是看这两孩子太不容易了，实在忍不住。而后不只对他们笑，还给他们鼓了个掌，继续道：两位演技这么好，怎地跑来修仙了？该去唱戏啊。江澄问道：魏无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面色极为难看，眉头紧蹙，大有紫电随时出手的架势。蓝忘机道：颇多存疑。这下众人又不说话了，屏住气息等魏无羡开口。不管如何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头脑和实力，他们还是信服的。一来我一修鬼道的，你用幻灵伞对付我。阿生辩解道：我并不知晓其中区别。好，我就当你不懂。二来那酒，堂堂兰陵金氏清谈会，这么多宾客，竟是连多一壶酒都不肯准备。你们怎知几壶就刚刚好？若真有人不小心洒了，你们就没酒待人了，岂不是在百家前闹笑话？他说的当真有道理。阿生竟不知道该作何回答。魏无羡又问：三来，你一小门生，幻灵伞何来？幻灵伞因作用非常，价格昂贵，可不是谁都能弄得到的毒药。我阿生一时根本答不出话，眼神也越加闪躲。魏无羡却笑了，这种低级的手段简直可笑，想出这招的人就这点脑子，还妄想当金氏宗主。他厉声道：你们算盘倒是打得高明，明明是要除掉金陵，却把一切算到我的糊涂账上，你们就可以逍遥法外，取代金氏宗主了是吗？我们两小孩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啊？本也就为贪点钱财，这一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他们半天我们不出一句话来，魏无羡倒是帮他们把话说了。你们想必也是受人指使，毕竟幻灵伞这种药也不是你们碰得起的。我说的对吧，金子龙先生？没有想到会突然被点名。金子龙从金氏亲眷那席走了出来，道：不知夷陵老祖是何意思？
上个月金子龙先生的儿子在监察辽因行为不当，害死了庞氏一家共7口人，可有此事？魏无羡这么一说，立刻有人想起来了，确有此事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